那两房会比套房好卖，是因为它的受众族群更广大。就说一个套房的买方在市场中此时此刻可能会有100组人潜在客户，那你两房应该会有500组人那你三房会比两房好卖，是三房它的人数也不会比两房多到哪里去，可是三房通常都是刚需啦，就是两房的换屋要换上去的。我真的建议，如果你是自产投资的话，你是自产为目的，就是你没有要短期买卖的话，你可能放了5年以后也不太想卖，没有更好的机会，你也懒得去卖就希望自己长期持有一个房地产的话，那你要买三房你不要再硬归两房了。那个是租客租客他承租的时间长短的问题。你三房大概一组租客随随便便都跟你3年5年那你两房的话大概跟你2年一换至少我们在中南部我在高雄我看到的是这样。千万别踩这些地雷跟不建议买的3种房子。先说结论，住商混合，第二工业宅，第三地上权这3种房子都有硬伤啊，你买了要脱手不是不可以，是要蛮久的。害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个礼拜聊了建案怎么挑，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哪种房子不要买讲完建案以后，我们就来聊现在房子的类型。那我会概括现在的各种分类，让你有一个比较粗浅的认知可以避开一些雷这样子。那首先是常见的分类第一以新旧程度来区分，那通常就是这样子预售、新成、中古、老屋预售就是房子还没盖好就在卖，很多嘛路边都有，那个销售中心有华美的样品屋那种那预售。再来是新成屋，新成屋这市场中有很多名字有人叫新古屋有人叫处女屋就是没有人住过。那新成屋的好处就是它应该说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5年内5年内你什么第6年的新古屋那个东西就是中古了这个5年没有一定没有硬性规定，这是市场中的音乐成熟这样。那新成屋为什么会预售的时候没卖光很多建商会留起来慢慢卖就成屋以后建商他自己来卖，或是有那种投资客没有住过，可他装潢好了那就要直接转售，这种你可以预期新成屋投资客应该都会去装潢应该都会去，因为他升那个可扣抵项目那如果是投资客装潢好的新成屋通常会比较贵，因为他会把装潢的钱算在房价里面，但优点就是你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然后贷款的时候可以算在那个80%的房贷里面一起下来这样，所以你的装潢费用等于是可以摊提30到40年来付就分期付款。你看你那个某某的分期付款最多30期零利率这个房贷有利率可以到40年这样就很夸张。好，那接下来是中古屋跟老屋，这算是比较细分我先说个前提中古屋里头包含老屋就是老屋是中古屋里头的就屋龄更高的那一群叫做老屋除了新成屋跟预售屋以外都称作中古屋那老屋我们听起来很像乱讲，什么老屋那很不正式的名字这是政府的用词。内政部是把屋龄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都称作老屋屋龄30以上就是内政部认证老屋你看你家是不是？那这几种房子要怎么挑？我的建议是，你新手的话你最多你挑到屋龄22年22、23年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你放5年，你第6年要卖，房地合一的 2.0 的税制已经降回到 20% 你第6年要卖的时候，它在你手上还没有超过30年30年以上的房子跟30年以内的房子，它的落差是巨大的就一截所以你尽量就是不要让你的房子在你手上超过30年，除非你有别的剧本。像我们就有些精华地段地段绝美，可它屋龄就是会超过，那超过就超过。或是我们因为低总价的考量现在不是第2屋5成，第3屋自备7成嘛那我们能挑的大概也就是那种很老，可能35年、36年或41年的公寓那这种你新手你先不要碰，因为那都需要整理房子那个给艺高人胆大的流派去做就好了你新手你就是记得说你大概挑到22、23年这屋龄因为这样子你到时候要卖的时候，你的房子还没有超过30年，在市场中还是属于比较好的那个族群
那你要知道不建议买的房屋类型坪数就简单讲，你量力而为最基本就是在16坪以上15坪以上，那你16坪就安全了。那是因为银行的内规在超过15坪以上的房子可以贷款80%那再来就是两房会比套房好卖，3房会比2房好卖，我说的是你脱手的速度这边要说一下，就是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跟你平时到处乱看，就是说你套房我现在乱讲，假设一个12坪的套房跟一个16坪的2房，你相不相信你买16坪的2房你的自备款会比买那个坪数更小总价更低的那个自备款还要低还要低，因为银行贷款成数的关系所以为什么现在建商建案在盖都是这么极限那么小，可是它的坪数全幢坪数都有到15坪以上，它也一样它就是要让你好贷款。所以我们要学建商，人家一卖是100-200户200-300户这样子在卖的，它一定要是好卖为前提，那好卖的标准它都帮你拉就是银行要能够贷款80%，那你要学它不要来个剑走偏锋新手的时候先不要这样子那2房会比套房好卖，是因为它的受众族群更广大，就是说一个套房的买方在市场中此时此刻可能会有100组人潜在客户，那你2房应该会有要500组人那你3房会比2房好卖，是3房它的人数也不会比2房多到哪里去，可是3房通常都是刚需啦，就是2房的换屋要换上去的。我真的建议，如果你是自产投资的话，你是自产为目的，就是你没有要短期买卖的话，你可能放了5年以后也不太想卖，没有更好的机会你也懒得去卖就希望自己长期持有一个房地产的话，那你要买3房你不要在那边硬归2房了。那个是租客租客他承租的时间长短的问题，你3房大概一组租客随随便便都跟你3年5年那你2房的话大概跟你2年一换至少我们在中南部我在高雄我看到的是这样，你要好管理未来有增值性，那看起来是3房比较香，因为2房一对年轻的情侣后来结婚了生小孩，他们就要搬家就要看你的3房，所以你先把你的3房准备起来，等这个也是我频道一直在呼吁的东西好，那接下来就是这几种房屋类型不建议去买第一，住商合一就混合啦这个在6都都很多像什么新庄啦、三重啦、蘆洲这个都很多就是通常都中古屋就是你家社区最外面的一圈1、2楼骑楼那个就是商家，那不叫骑楼，那个1楼的店面它楼上有一个夹层放货的或干嘛的有商家那你可以下来有开饮料店买衣服或干嘛那有一些中古的可能楼下开了水果行，我刚才路过在高雄三民区什么顶山那附近那种中古大楼。好，那还有一种混合类型是上面是公司，可能它1到5楼是公司就有这种那不是很理想，是因为它就混合出入复杂纯住还是有纯住的优势。这种住商合一的问题通常是人家会讲第一个龙蛇混杂就是他做生意的嘛，所以会有很多人往来。那有的中古大楼1楼还给他开半套店来来去去的都老司机，就会惹麻烦，然后越玩越热闹，就不太好这样那再来第2个是公设使用会很频繁，除非他就是面外的店面，然后做生意大概就是这样，不然的话像那个我说的那个里头办公室的板桥就很多那就是真的住户跟那个客户跟那个公司上班的就是搭电梯一起搭它可能会有分流分层，但是就是混杂，你那个公设耗用的程度会比较高。最典型的例子有2个，第一个停车场，第2个电梯我想这个你就知道，你要是考虑自住，你也不会想要去这个混杂不会很方便的每天都有漂亮的黑丝袜小姐姐可以看，不会，你不会这样想的自住的话就是尽量越单纯越好那你要方便的话我也不知道当然我们就市场的表现来看纯住宅在涨幅上的猛烈程度跟那个时间都反正它就是比较会涨，跟它比较早涨都要涨完还轮得到后面那种混合型的社区好，来再来 B 工业宅就工业用地
那工业用地大家常讲就是什么坐落在工业区的房子，时不时会有大货车、大卡车经过的这种那这种房子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噪音、空污啊、工业区啊假日如死城啊，房价不会涨。当然现在的那个工业宅什么乙工啊它也不一定旁边都是直接就是那个工业区啊，但是乙工它有一个天生问题，就是它很难贷款它大概就是贷7成、贷6成所以会比较便宜。比较便宜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年轻人在买房子的时候，他怎么挑？他就是上591嘛，然后用地图模式嘛，或是排序的模式都可以，然后他就选什么，选他想要3房电梯大楼平面车位，然后屋龄坪数他还没进展到会去选那个东西然后他就选，然后自己负担得了了新青安1250嘛那1250往上开价，他大概看开价1350上限1350，给他按下去搜寻，然后排序的话，从最便宜开始看，他就会发现说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乙工乙工，但年轻人不知道他觉得那我们去看，好像也蛮漂亮的那他真的会买那你日后要卖，你很难卖，你就要等到下一批不太懂行的，他们乙工在贷款真的是不方便就可能自备要到4成5成，可是那些年轻人都不懂，他就是以自备2成下去的，然后搞到跟爸妈借钱什么都没的，所以乙工不是那么建议。他的问题也一样，如果要涨纯住先涨涨完之后换混合，涨完之后还换到这个工业宅所以不是那么建议。再来 C 地上权地上权住宅，之前才有一支影片的八卦在一直讲地上权嘛，对不对？地上权住宅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对，但它的问题是你就没有土地的所有权，然后地上权通常是怎样，有年限的所以时间到你就要搬走。那你会遇到这个问题是，当这间房子离年限越近，它越难卖掉再便宜也没有用，也不能做到你这一代的时候的以房养老，跟你没办法留你的财产给你的后代。你的后代很可能会需要白手起家，那你也晓得你这一代买房子就已经在那边都快捏爆了那你的儿子女儿看起来也没有很厉害，也是废了这样吃饭冲第一那考试的话就在研究，所以你还是要留资产给他们那你买地上权爽的是你这一代那你们下一代嘞，你也可以说就那他们的命他们的命运你自己去面对嘛。但我会说有能力的话还是买一般的就留房子给他们的人生才会有一个保护伞，才可以进可攻退可守这样。那最后你要知道，优先考量转手快的就好卖的。我们现在不是在做炒作而是说你房地产挑选的前提就是你要好买，好买的意思是好贷款，然后屋况什么也都 OK 这样。那你要好卖，好卖就是你好买，你的下一手就好卖了就这样好，那我知道我们还没有聊房屋的种类也很多嘛，什么公寓、电梯大楼、华夏、透天，但我猜你不会想要透天年轻人现在对透天已经没有什么向往了通常最被诟病的就是说要追垃圾车，没有管理员就这样，所以我们就直接先 pass。那剩下的公寓、电梯大楼、华夏，未看先猜电梯大楼嘛，对不对？那喜欢什么？第一个垃圾集中处理，第二个24小时保全帮忙收那个网拍的东西、电商的东西，然后最好还有一个冰柜我要买一些生鲜年菜这个通通都可以公寓、电大楼、华夏要怎么选？先说结论，看你预算你预算够的话，直接就电梯大楼那你预算有限的话你可能就看华夏也有电梯只是它的管理员可能就不是你理想中的那一种我就站好了，西装笔挺，然后这边你好那个华夏的管理员大概就是像我这样，我演给你看，那边滑手机在那边看，然后看那边边笑不然听台语老歌那大概就是这样。不要忘了，我们第一间房子是在5年以后第6年的第一天就要去做卖掉的动作累积本金，你年轻人嘛所以转手的速度优先那你转手要好转手，就是要让人家好买哪一种房子最好转手？当然是好地段的便宜房子嘛。例如说同一条街2间坪数规格都一样的房子，一间是公寓，一间是电梯大楼，那公寓会比电梯大楼还快卖掉，为什么？便宜总价低那如果是2间电梯大楼的话那就要去比其他参数了比方说这间是高楼层有景观，那一间是低楼层面中庭，什么有了没了反正你就记得同个地段房子便宜的还是会卖的比较快那你房子你就可以买该地段最便宜这样子的话未来再卖最快，不是要你去跟房仲杀价，而是你要符合行情嘛，屋主开这个价钱它合法对啦，买房这种事情我实在也不知道怎么讲，第一次买都很怕，没错，然后练习个几次就是 SOP 那就会觉得还好了。好，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小资族哪一种房子不要买，
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依照房子的新旧程度，可以分成预售、新成、中古、老屋。那我的建议是，你往屋龄22年左右去挑哦，那能确保你卖掉的时候，这间房子还在30年内哦，还受市场青睐。那我们讲的不建议买的房型哦，住商合一哦，就混合型的，然后工业宅、地上权这些房子哦，都是有它的硬伤，你买了要脱手是相当有难度的，所以我是不太推荐。那最后我提醒了你，你现在买房子最重要的考量是容易转手哦，你下一手哦很容易卖，因为你在累积本金哦，要去做小换大旧换新的阶段，所以你之后就要卖，就不用想那么多，没有叫你去炒房哦。我说的是累积本金哦，所以是到时候你也是好好的哦，存了5年以后去把它卖掉，这5年在等什么？等房地合一 2.0 的税制落回 20%， 以及你瞄准的重大建设。就落成。那买好地段，该地段最便宜的房子，大概这样就不太会出什么问题跟纰漏，剩下的都是个别屋况的事情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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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
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蛮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讲故事，正妹8号。是一位典型的小资女孩，她喜欢逛街，爱买口红，对生活充满热情，但是对金钱的管理却常常处于月光的状态。然而，当朋友开始陆陆续续讨论买房时，她突然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就决定要在30岁之前买下人生第一间房子。一想到她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天地庇护所，她就忍不住幻想，清晨的阳光洒在木质地板上，他一边抹着牛油果酱，一边翻看着最新的时尚杂志。梦很美好，但现实呢？现实简直就像一场惊悚片混搭灾难的喜剧。正妹8号带着满腔热血，开始收集买房的资料。他的桌上堆满了房市分析的书籍，还有不知道哪里来的房屋模型。第一间就要是他的梦中情房甚至在笔记本上信誓旦旦地写下这句话。然而随着研究深入，他发现梦想房这3个字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他第一次看房就踩了住商合一的坑，社区看起来还可以，但是他经过楼下店家的时候，一股浓郁的麻辣烫味就直冲鼻腔，像是有人在他的耳边大喊欢迎入住香料蟑螂老鼠天堂。他瞬间想起自己的化妆台只要住进去，香水可能都会变成麻辣特调的味道，他马上就打消了念头。接下来他又挑战了工业宅，当房仲带他进去的那一刻，他差点以为自己误闯了失速列车的拍摄现场外面沉闷的机器声不绝于耳，还夹杂着空气中有一些奇怪的味道，让他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在这边健康安全的长住下去。房仲却笑着说这个价格很划算啊，比市场低 20%。 他差点回房仲，那是因为住进来可能会短命 20% 吧。经历了一连串的疯狂踩雷之后，正妹8号的自信心开始崩塌，他甚至考虑放弃，觉得自己永远都只能租房好像也还可以。当一个穿着时尚住在廉价套房的女孩，那过着自己的小资生活或许也是一种选择。但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起，又是房仲的电话，不如就不要接了吧。正妹8号心里想，但一不小心手滑了，还是接了。房仲跟他说有一间很棒的房子，你一定要来看看。于是正妹8号出于礼貌就答应了。当他走进房仲推荐的电梯大楼后，他发现周遭环境安静的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平行世界。房屋虽然不新，但格局方正，也没有奇怪的装潢，也没有过多的公设，连阳台的地砖都透露着一种稳定的不被时代淘汰的气质，就是还蛮耐看的。那最重要的是，房价居然符合他的预算。房仲还不忘提醒他，这间房子的屋龄还可以，保值性一流。最后正妹8号用他人生中最大的毅力完成了购房手续，成为一个真正的房奴。但他从来没想过，他的内心居然是有点雀跃的。当他第一次拿到钥匙把钥匙插进锁孔时，他的心情就像是刚被男神表白般的感动。后来他真的在第6年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水准顺利出售了这套房子，为下一阶段的生活铺路。他看着银行账户里新增的那一笔卖房收入，瞬间觉得所有的汗水踩雷都是值得的。他穿着一条比平时更昂贵的洋装，举着香槟，对着镜子自言自语：正妹8号，你是你人生的赢家。